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后妈比自己小5岁，父子闹上法庭，张若昀背后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？近来，张若昀被誉为张无忌的演员，出演了一系列优秀剧集，包括《法医秦明》《庆余年》和《雪中悍刀行》。然而，尽管这些剧集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追捧，却未能续拍第2季，令众多粉丝心情跌宕不定。张若昀这位备受瞩目的热门明星，在《庆余年2》的宣传活动上亮相。他不仅展示了新作品，还意外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女儿的可爱照片。他的举动出人意料，一经发布就引起了轰动。长久以来等待的粉丝们也因此得到了满足。在娱乐圈，张若昀的地位毋庸置疑，他是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实力演员之一。再加上他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如今的人生看起来完美无缺。京圈少爷表面上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，实际上却与父亲闹上法庭，甚至断绝了彼此的关系。如今的一切光辉与荣耀，不过是他经历坎坷后的收获。他经历了什么？这位耀眼的明星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辛酸故事？娱乐圈中众多明星各自打造了多种人设，有些明星的背景更是令人津津乐道，比如被视为低调代表的韩雪。张若昀倒是不同，虽然表面上家境不显赫，实际上却底蕴深厚。他出生在北京，爷爷是一位地质学家，而奶奶则来自书香门第，家世背景深厚，地位显赫。张若昀的父亲并未成为他的负累，相反，他有丰厚的家底支持着他。从一名普通的投资人逐步成长为导演，光芒四射，展现出雄心壮志。在这个家庭中，张若昀堪称京圈少爷，未来无论从事何种事业，都将一帆风顺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他还未有机会成长起来，就在自己的亲生父亲那里遭受了一次教训。他是张若昀的父亲张健，这位生活里一直过得如行驶在绿灯之下般畅通无阻的人，性格自然不拘一格。进入娱乐圈后，他更是如鱼得水，渐渐沉溺于那花花世界，不愿平静安定。在张若昀3、4岁时，家庭破碎，父母离异。尽管父亲漠不关心，母亲却对孩子倍加关怀，暗中想将孩子带走。父亲这边绝不会妥协，爷爷奶奶以及其他亲朋好友齐心阻挠，最终他还是被迫带回了家中，而张健则成功争取到了抚养权。年幼时，张若昀与爷爷奶奶相伴，母亲远赴国外，父亲亦不在身边。尽管对世界的认识尚显模糊，但这段时光对张若昀而言却意味着自由。在他眼中，家庭固守后院的稳定，让他得以彻底释放内心的自我。张健不仅是资方，还兼任导演，其权力远非凡人可及，特别是在演员选拔方面，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当京都纪事拍摄时，张若昀只有6岁，然而张健却与一位女演员刘贝热情相拥。当时，刘贝的名声颇响，她年轻貌美，魅力无穷。张健深陷其中，早已忘却了自己在家中的儿子。2年之后，他们喜结连理。刘贝对张若昀这个继子也是满满的关心和爱护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张若昀心中渴望的仍然是张健的关怀。这份缺失，即便是他一起成长的爷爷奶奶也无法填补。张若昀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不可能变得温顺顺从，他只会更加叛逆，竭力抢夺张健的关注。张若昀在中学时的举止越发失控，涉及染发、逃学和爆炸头，但这一切都未能引起张健的关注。相反，他更关注的是那些对他进行监视，要求他理发，以求让他看起来像个正经的中学生的老师们。在张健的疏忽之下，张若昀这位年轻人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。
他开始对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，渴望成为一名导演，也许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价值，也许是出于对父亲的超越追求。张若昀在考虑报考志愿时，他的目标是北电导演系。这时，张健这位父亲尽管之前不称职，但现在挺身而出，要求张若昀改变志愿。他认为成为一名演员更适合他，或许因为这与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有所重叠。张若昀妥协了，走上了演艺之途。虽然胳膊力气不及大腿，但他依然在这条路上茁壮成长，并成为了财富的源泉。他的演艺生涯始于北电毕业后的几年，或许这段时光对这对父子来说既平凡又珍贵。他首次脱颖而出是在张健执导的《雪豹》中，虽然只是一个配角，但他的表演却相当出色。张健也对他的潜力刮目相看。张健主动找到了他，邀请他扮演《黑狐》中的主角。这一举动是否代表了张健对张若昀的弥补呢？当然并非如此，这只能被视为抓住机遇。由于原定演员的档期不合适，因此这位廉价的儿子得以获得这个机遇。尽管他在自己父亲的剧组工作，但他并未得到任何特殊优待。即使发着高烧，他也不得不赶工。然而，他与父亲之间的相处方式有所改变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血缘之情也逐渐显现。尽管张若昀以为父子间的关系将会转好，事业也在逐渐发展，但和睦的局面并未出现，因为张健总是善于出其不意。2013年，张若昀忙于拍摄《雪豹坚强岁月》，而与此同时，张健也不闲着，他开始寻找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冯越。冯越比张若昀年轻5岁，张健的举动颇为不寻常。张若昀并未感到惊讶，因为他已经被张健和刘备的反复分分合合所困扰，他已不愿再卷入张健的生活。完成这部戏后，张若昀与父亲达成了3年的约定，最终他摆脱了父亲的束缚，开始开拓自己的领域。一个天资聪颖且勤奋的演员，脱颖而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张若昀通过尝试古装、民国、破案和悬疑等各种角色，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。他的出色表现不仅彰显了演员的实力，也证明了他的个人魅力，因此他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与唐艺昕这位美好的伴侣相伴，带来了新的治愈力量。他终于踏上了这一阶段，摆脱了困境。然而并未停下前行的步伐，他在《庆余年》的热播中展现出了新的实力，他登上了巅峰，那是在2019年。与此同时，他为自己和唐艺昕筑起了温馨的家园。来自亲朋好友、影迷和观众的祝福如潮水般涌来，但作为一位父亲，张健为他准备了一份别开生面的厚礼。热搜上出现了张若昀涉1.4亿违约纠纷，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其中，被亲生父亲送上风口浪尖。债务的来源是什么？从两人合作创建的梦都影业说起，他们儿子的前程一片光明，但父亲却失去了灵感，还有新的恋情需要经济支持，于是为了筹钱，张若昀成了最佳选择。张健伪造了儿子的签名，与另一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。该协议旨在让张若昀为该公司拍摄电影，支付款项则被转至梦都影业的账户。在父子之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他们在合作的公司获得丰厚的收益，只等着有顶级电影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。张若昀对此一无所知，当他收到公司递来的文件时，他以为与其他文件无异，若不适合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签订合同的公司立即感到焦虑，他们无法容忍已付款项却未见行动，因此迫切要求梦都退还款项。然而张健却身无分文，所有资金都已投入于新项目，却无法取得预期的成功。
孟不料被告上法庭，张若昀的父亲成了拖欠债务的人，张若昀的财产被冻结等一系列新闻成为热点。这实在是张健给他儿子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张若昀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，他决定将张健告上法庭，父子二人将在法庭上对质。这之后，张若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遗憾你不值得的声明，宣告了这段关系的结束。然而戏剧性的场面仍在持续上演。冯月与张健领取结婚证后，妹妹的角色转变成了小后妈，这一转变成为了一场笑料。他曾身临家庭破裂的痛苦，成为了一个失败的父亲，因此他更渴望为自己的孩子营造一个完美的家庭环境。他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妻子，并努力经营着他们的小家庭，以此为借鉴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